Hello， 欢迎来到就是慢手做，让我们一起用双手编织生活。喜欢手作的朋友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就可以收到第一手的教学影片咯。基础的绳结简单又耐看。今天要教大家2种4股平编的编织法，来做一条属于自己的手腕绳。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动手做吧。编织手腕绳可以使用多股线，也可以使用包心线。画面上看到已经制作完成的成品，使用的是多股线。今天示范的教学中，则会使用包心线来制作。在开始编织之前，先教大家如何测量最适合自己手掌的手腕绳。一般我们在挂在手机上的时候呢，我们希望我们的手掌是可以握在这个绳头的地方。那这要怎么测量呢？我们摊开我们的手掌，测量中指的第1指节到手腕可以弯的地方，这一段就是最适合我们自己的这个手腕绳的长度。以我的手来说，大约就是在16公分。那今天的示范呢，就会以16公分的这个长度来为大家做示范。首先，我们来编织辫子式的4股平编，会使用到115公分的线4条，50公分的线1条，以及扣环1个。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动手做吧。我们先将4条线对折，并且把它穿到扣环里面。好，对折好，也放到扣环里面之后呢，我们将线依序摆好。那线的顺序呢，就看大家的喜好。好，我们将扣环夹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因为做的是双线款的，所以我们每次都是用2条线当做1股，所以我们会有4股平编。将线摆好之后呢，我们由左到右数过来为1、2、3、4。我们首先将第2条跟第4条拿起来，第4条、第2条往左放。好，这时候呢，中间会有2条线嘛，中间的这2条线呢，左边压过来右边，这样就完成了一组4股平编。好，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口诀哦，4、2，往左放，中间2条左压右。好，那每一次做完的时候呢，我们都要把它给稍微拉紧。那并且确认呢，我们这个线要是平的。好，我们再来哦，4、2，往左放，中间2条左压右。好，我们稍微加快一点速度哦，4、2，往左放，中间2条左压右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做啊，像这边有看到它有那个绕道了，我们要把它给弄平。好，我们继续4、2，往左放，中间2条左压右。4、2，往左放，中间2条左压右。好，我们就这样子一直往下编织。好，我们来量一下这个长度。因为我们还要对折，所以我们要超过
32公分的长度，这里有20。好，这里已经超过32公分了。我们的这个手腕绳的总长度要32公分，对折起来呢才会是16公分。那我们可以再稍微做长一点是可以的哦，因为等一下我们在穿过这个扣环的时候呢，会比较好看。OK， 好，那在穿扣环之前呢，我们可以稍微检查一下，例如说像我这边可能觉得空洞稍大了一点，这时候我们都还可以再做一点调整。OK， 好了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些线全部束在一起。好，束在一起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先把它剪齐，因为剪齐之后会比较好穿。好，穿过这个扣环上方这个地方。那如果这么多线你觉得不好穿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拿出胶带，把这个上面的线头全部把它绑在一块儿，这样子呢，它就会比较好穿过去了。好，穿过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刚才这边有这个做四股平边的地方，一样可以一起拉过来。好，拉过来之后，我们稍微量一下长度，好，差不多是16公分的位置。好，折下来。好，接下来拿出我们的50公分的收绳线。那我们这边呢，要做一个收绳结。大约要打6圈，1，第2圈，第3圈，好，打到第3圈的时候呢，我们这时候可以先把多余的线给剪掉。大约在第3圈、第4圈的时候就可以先剪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把收绳的部分给做完。4、5，第6圈。上面先剪掉，因为我们刚才拉的比较紧，所以我们可以再稍微往下拉一点点，这样它线头就进去了。那再来呢，剪下面的这个部分。那线头的部分呢，我们一样就是用尖的东西，例如说像是我剪到的这个尖的地方，把它给藏进去。那如果觉得这样子还是不够稳固的话呢，我们可以使用这个保丽龙胶来把它给固定。第一款辫子样式的4股平边，你学会了吗？接下来我们要来学双色交叉的4股平边，使用的线长跟刚才一样，是115公分的线4条，50公分的线1条，以及扣环1个。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动手做吧。将4条线对折穿过扣环后，把线材给摆放好。那线材颜色摆放的位置会是外侧这2条线的颜色会是一样的，内侧这2条线的颜色会是一样的。那编织的时候呢，我们先拿起外侧的这2条线往内压，压过之后呢，中间这2条线要再交叉。好，我们再做一次哦。
外侧的这2条线往内压，中间2条要交叉。每一次做完，我们都要稍微把它拉紧。外线压内线，中间2条要交叉。外线压内线，中间2条要交叉。好，我们就这样继续往下做。外线压内线，中间2条要交叉。好，我们来量一下这个手腕绳的长度，20，好，已经超过32公分了。好，跟刚刚一样呢，我们把线全部束在一起。好，这个长度差不多，我们就直接把它穿到扣环里面去。过来我们再量一下，我们大概只要16公分的长度就可以了。好，确认 OK 之后呢，我们就来用收绳结把它给束起来。在第3圈的时候呢，就会先把线给剪掉了。双色交叉的4股平边也完成咯，是不是简单又好看呢？今天学会了2种4股平边的编织法，是不是简单又好看呢？也欢迎跟我分享你的作品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和分享哦。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